本期对比的选题是为了年轻的朋友和务实的朋友做的，一加 13T 对比 Redmi K80 至尊版。本期的看点如下，推荐大家仔细去看。之前我们对比的手机呢，都是旗舰手机，售价都比较贵啊。也有朋友留言说想看看中档手机的对比，那这不就来了吗？这次我们挑选的2台手机呢，可以说是个性鲜明。一加这边它没有超广角，Redmi 这边它没有长焦。那本期就来看看它们的对比吧。作为聊影像的节目，自然是希望各位能拿起设备参与到摄影中来啊。像现在很多朋友都把自己拍摄的照片上传到了视频回复当中，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啊，是你们真正的带着大家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更要感谢的是那些能给我们节目点赞跟加关注的朋友，尤其是加关注啊，这点对您来说是非常简单的，但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下面的摄影环节就看看本期有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。器材虽然分好坏，但是摄影不论器材，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我们下面就看看这2台设备的表现吧。一加这边呢就是主摄跟2倍的长焦，它是没有超广角的。Redmi 这边呢是主摄跟超广角，它是没有长焦的。这2台手机，你说？现在就是一加的拍摄界面啊，1倍是主摄，2倍呢就是长焦，4倍是2倍的数码变焦。现在是 Redmi 的拍摄界面，0.6倍超广角，1倍主摄，2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2台手机的系统都已经升级到了最新正式版，那下面就看看他们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。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，参数都列这儿了，就不挨个念了啊。他们从参数上看呢，2台主摄还是比较接近的。看视频样片测试的方式呢，就是默认设置，拿起来就拍，两边的颜色风格还是有区别的。注意啊，不可能有准的拍摄设备，也没有准的显示设备，去找你喜欢的颜色风格就好。现在喜欢一加的可以打1，喜欢 Redmi 的打2。那么在最关键的解析力方面呢，两边从光学上说还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一加这边呢还能看出一些数码处理的痕迹， Redmi 那边呢相对成像比较柔和。再看另一组样片，这组颜色风格依旧还是有差别的啊，一加那边更沉稳一些，小米那边更热情一些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，这回两边还是比较接近的啊，这回拍摄的物体呢自然纹理是非常丰富的。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这个时候解析力的优势就在 Redmi 这边了，解析力确实更高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变焦画质把控方面呢，看右上角呢是 Redmi 更好一些啊，看左上角呢就相对复杂了。虽然说 Redmi 这边的紫边看着更重一些，但是整体的光学质量下降的幅度还是比一加要好一些的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可是一加这边呢它是没有超广角镜头的。那这里也问一下啊，有多少人觉得手机可以没有超广角的？觉得可以没有的打1，觉得需要有超广角的打2。那现在看到的样片呢，就是一加的主摄跟 Redmi 的超广角在相同场景拍摄样片的视角差距，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，对吧？我确实见过有人说手机的超广角镜头没有什么用啊，他很少用超广角来拍，他也觉得别人不用。
但是会用超广角的朋友呢，他会拍出一些视觉透视方面非常夸张的样片。那现在看到的这些样片呢，就是来自于平常视频回复中网友的投稿，这些都是比较优秀的照片啊，都是超广角拍的。如果没有超广角镜头呢，就拍不出这样的照片了。摄影器材永远以拍得到为第一位的，那如果没有超广角镜头呢，这些照片肯定也就拍不出来了啊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不拍这样的照片啊，主摄呀、长焦啊也可以拍出好的照片，这方面呢就看你个人喜好了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一加这边呢是有2倍的中焦镜头的，当然它也没有到长焦啊，但是相对于 Redmi 这边呢，那肯定就是比 Redmi 强了，因为 Redmi 没有长焦镜头，它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。对比样片呢，就从2倍开始看吧。一加是2倍的光学焦段 ，Redmi 这边呢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了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，两边居然差不太多啊，但是颜色方面呢，一加的更好。从树叶上看呢，也是一加的效果更好。一加的2倍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那么跟 Redmi 的2倍数码变焦比呢，哎呀，这回在解析力方面，居然两边还是差不多，甚至有些地方是 Redmi 的更好。那这点就非常尴尬了啊！不过跟但是来了啊！现在开始呢，就属于长焦的数码变焦了。一加这边推荐的第2个长焦焦段呢是4倍的数码变焦 ，Redmi 是5倍啊。这个时候解析力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，一加这边要强啊。现在是10倍焦段的数码变焦了，一加是2倍镜头的数码变焦 ，Redmi 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那么这个时候解析力方面的差别可就大了去了啊！一加这边方方面面的全面的要强于 Redmi。再说微距拍摄，那么这两台手机呢，我也没找到他们专门的微距拍摄选项。那么拍摄方式呢，就是慢慢接近被摄物体，用2倍焦段来拍。他们就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微距了。他们的超广角呢，也都没有什么拍摄微距的能力。那么在第一组样片中呢，感觉 Redmi 的微距更好一些啊。但是在第2组对比中呢，这第2组拍摄的时候比第1组光线条件更好一些啊。这回又是一加的表现更好了，看来这两台手机在拍摄微距方面呢，也都差不多。再说前摄，先看前摄自拍的效果，用的就是手机前摄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从样片中可以看出来，一加的磨皮美颜相对于 Redmi 那边来说呢更轻一些。那看来 Redmi 还是挺替你着想的啊，把美颜开了一点点，让你看起来更好看一些。但是从肤色上看呢，一加的更红润一些，小米的稍微偏黄一点点，但是也不难看啊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前摄自拍效果呢？现在是前摄录像的效果啊，两边的防抖倒是都不错，但是从整体成片的效果上看，肯定是 Redmi 这边更好看呀。一加那边怎么拍的这么的惨白呢？但是随着我往前走，从阴影里走出来啊，现在有阳光了，一加这边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前半段一加的表现确实不好啊。再说人像拍摄，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第一个场景呢是在阴影里边，两边的效果都还可以啊，但是从肤色上看呢，我更喜欢 Redmi 这边，他们俩拍的都稍微有一点点虚啊，是因为在阴影里光线不够吗？那到了第2个场景，光线亮了很多啊，当时是阴天，也不能说是阳光下，但是光线的亮度确实比第1个场景要好了很多。这个时候两边的效果都是非常精美的，但是从肤色上看呢，我依然还是觉得 Redmi 拍得更好一些。再看直出宽度的对比，由于一加这边是没有超广角镜头的，那么这个环节呢，咱们就只对比主摄吧。那么在很多场景下，两边的表现还都是不错的。那么直出宽度看的是什么呢？首先，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要充分，亮部要亮得上去，暗部要暗得下来。亮部，比如说天空的云层啊，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呀，这些做的都要自然。暗部在暗下来的同时呢，要保留细节，不能偏色，也不能发虚。那么在很多场景下，两台手机的主摄做的都是比较优秀的。但是有一个场景，它们俩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。一加这边的颜色倒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暗部过亮了啊，暗部不够沉稳。小米那边呢，我看出来了，它倒是想沉稳，但是整体的照片呢，像蒙上了一层雾啊，而且它的暗部偏色了，有些偏蓝。那再说夜景的对比，普通城市夜景环境下呢，有强光、有阴影的这些场景，两台手机主摄的表现都还不错。那 13T 呢，没有超广角，那也就不用对比超广角了。但是到了有难度的场景，比如说现在的场景，
亮部的细节呈现呢，就是 Redmi 的表现更好，而且到了更暗一些的环境呢，也是 Redmi 的细节呈现更丰富。再说中长焦的夜晚对比，二倍呢，一加这边是光学焦段 ，Redmi 呢只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了，但是他们的表现呢都还不错。从4倍数码变焦焦段开始看呢 ，Redmi 的表现就不行了啊，一加的细节呈现更好。那到了10倍数码变焦呢，一加的表现就要强很多了。来到昏暗的场景呢，2倍焦段呢两边依旧还是差不多。那现在一加是4倍 ，Redmi 呢就用系统推荐的5倍啊，他们的表现呢也还算接近，但是差距最大呢依然是在10倍上，一加的表现要好很多啊，看来多一个2倍长焦呢确实管用。来到了极暗环境，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，看看厂家软硬件配合的水平做得怎么样啊？前面都是直出测试，现在是打开了夜景模式，第一个场景祖传神树，细节呈现方面 Redmi 的表现更好。第二个健身器场景也是非常极限的，细节呈现方面依旧是 Redmi 的更好。注意啊，看的是细节呈现，不是亮度。场景的难度再增加一些，树林小路场景看起来 Redmi 那边是亮一些啊，但是细节呈现方面的差距呢正在缩小啊，不过还是 Redmi 的细节呈现更多一些。那么最后一个最难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，细节呈现呢还是 Redmi 稍强，但是他们两个都很难胜任这个场景了，跟他们自家的旗舰机是比不了的。哎，你们想看看他们跟旗舰机之间的差距吗？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也是最接近现在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白天主摄手持走路的表现，没有架子，没有稳定器，两边的颜色的差别是非常大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我个人更喜欢 Redmi 这边的效果啊，而且防抖也是 Redmi 的表现更好。现在一加还是主摄 Redmi 是超广角，因为一加没有超广角嘛，就看一下视角差距的区别吧。白天 Redmi 超广角的录像效果也是不错的哈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两边的防抖效果还都是不错的啊，清晰度也是不错的。但是 Redmi 那边仔细看呢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锐化啊，很轻微。现在是5倍的对比，那这回清晰度啊、解析力方面的区别就有了。一加这边毕竟有一个2倍的中焦镜头嘛，所以在5倍数码变焦方面还是要比 Redmi 强的。他们录像最远的焦段呢，就是10倍的数码变焦，那这回的差别就更大了。有一个2倍中焦加持的一加，表现还是明显要强于 Redmi 的。现在是主摄夜晚录像的表现，两边的防抖呢跟白天比都稍微下降了一些，主要是 Redmi 这边啊，因为 Redmi 白天的防抖表现还是不错的，但是颜色方面呢，还是 Redmi 的表现更好，两边呢都有些眩光。现在是2倍的对比，你还别说啊 ，Redmi 的表现呢是比一加要强一些的，颜色啊、清晰度啊都是要比一加强一些，就是亮部细节呈现没有一加好。一加的2倍呢，到了这么暗的场景呢，它已经不工作了，它用的也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了。现在是4倍的对比，这回一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细节呈现呢是不输 Redmi 的，而且亮部细节呈现也是一加的更好，就是一加呀有些鬼影。现在是10倍焦段的对比了，一加那边好像又开始启用2倍中焦镜头的数码变焦了，可以看到清晰度方面是明显强于 Redmi 的。好了，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，大家说说对哪台手机的工业设计，也就是手机的外形感兴趣吧。如果喜欢一加这边就打1，喜欢 Redmi 这边就打2啊。作为中端手机，把手机做薄呢还是挺容易的，所以他们的屏幕呢都是直板屏。现在的很多旗舰机的屏幕啊还是曲面屏，就是因为旗舰机很难做薄为了保证手感呢，所以用的都是微曲面。这点呢，我个人觉得无所谓啊。大家是喜欢直板屏呢，还是喜欢微曲面呢？那至于这两台手机的造型呢，反正从正面看呢，就是一加这边小一些 ，Redmi 大一些。背面的区别呢，就是后视的造型不一样。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呢？我个人呢，觉得一加的造型更好看一些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。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